我叫罗文。当你听见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已经死了。我死后10年，灵气复苏，异界裂缝开启。诸天邪神降临蓝星，岛国被一拳灭国，银河联邦俯首称臣。而想救世，必须将我复活。罗文10年前死于癌症，他曾预言10年后邪神降世，而现在他说的一切全都成真了。可他已经死了10年，愚蠢！既然他能预言到如今的裂缝，那就一定留下了应对之法，不然我们将毫无还手之力，蓝星危矣。洛清寒，到，由你全权负责此次任务。3天内，我要知道他生前的一切。洛清寒，领命。罗文自幼孤儿，大二肄业，家世普通的像张白纸，凭这种履历，完全没可能预知到10年后的现在啊。可是，他的预言确实成真了。既然能预知灭世灾难，他真的只是因为癌症这么简单而死的吗？队长，不好了，银河联邦已经向异界邪神投靠了。什么？罗文的预言再次成真了。什么？至高无上的神明啊！我愿意代表银河联邦全体子民，为您献上绝对的忠诚。光阴人民降临。人类既已献上忠诚，那便为本座等打造信仰神殿。遵命。能为您打造神殿，是我们最大的荣幸。就在刚刚，蓝星第一强国银河联邦正式向异界邪神投降，罗文的预言全部应验。詹姆斯金已经发来最后通牒，要求龙域立刻跟随投降，交出所有资源。诸位，难道我龙域5000年文明，今日也要断绝脊梁，去做那异族的奴隶？不，绝不允许！我龙域子孙只有站着死的鬼，绝无跪着活的人。要打便打，老子这就去前线，用血肉筑长城。拼死不降，血战到底！硬拼只是下策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罗文的全部遗言。10年前，他便预知了今日的异界降临，既知死局，必留生路。各位长老，我已经调查清楚罗文的全部遗言。他的遗言里说了什么？可是退敌之策。怎么可能？大长老，到底写了什么？是需要什么核武吗？只要能救龙域，倾举国之力，我们也认了。全体听令！我接下来所说的事情，每个人绝不允许外传，一旦外传，将以叛国罪论处，立斩不赦。罗文的遗言只有一个要求，他想让我们将他复活。荒谬！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人死不能复生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。没错，就算现在科技发达，也绝无可能做到这种事儿，实在是太离谱了。哪怕是异界神灵降临，他们能飞天遁地，一拳灭国。这种力量，难道就能够用常理来论证吗？按照罗文所说，他需要搭建一座100米高的祭坛，必须严格按照9宫8卦排列，一丝一毫都不能差。最关键的是，要以龙族精血来浇灌，作为祭品。龙族精血，
这也太疯狂了！就算费尽周折将他复活，又能如何？是啊，即便他复活，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异界神灵，我们需要是解决办法，是能抗衡神灵的力量，而不是复活一个毫无用处的凡人。肃静！你们懂什么？一旦将他复活，他将成为天地，拥有无上修为，他能镇压一切异端，救我族于水火。异界邪神降临，生灵涂炭。看啊，这些都是我们龙域的军队。这一车车拉的，都是去前线拼命的战士。他们又是谁的孩子？谁的丈夫？谁的父亲啊？异界邪神怎么就这么坏？非要灭了我们才甘心吗？等等，不对劲儿！你们看，车上装的好像不是弹药，也不是士兵，是水泥和钢筋，全是建材啊！建材？前线打仗运建材干什么？我开车跟过去看看，他们究竟要做什么？动作快！天黑之前，地基必须铺好，祭坛必须按时完工。是。祭坛！住手！你们都在干什么？站住！这里现在是军事管制区，任何人不准上前，违令者斩。如今国难当头，异界邪神横行无忌，前线死伤无数。你们身为军人，不去前线抵抗妖魔，竟然躲在这里修建这种封建迷信的祭坛，荒唐！简直是荒唐！拿着纳税人的钱搞这个，如果指望你们修个破祭坛就能救国，那我们还不如直接对邪神投降算了。龙域要亡了！詹姆斯阁下，龙域已经疯了，他们竟因为一道遗言，选择动用全国之力修筑祭坛，为此他们不惜得罪高贵伟岸的神明，这简直是在自取灭亡。放着如此伟爱神圣的神灵不供奉，竟然跑去修祭坛。龙玉这是病急乱投医了，垂死挣扎罢了。请求他降下神罚，去将龙域给灭掉。这个提议不错，借神之手彻底铲除异己，我这就去给神灵禀报。神灵陛下，在大洋的彼岸有着一座国家，他们竟公然修建祭坛，想要供奉未知的神灵。瑞比斯，大洋的彼岸有一座名叫龙域的国度，去将其毁灭吧，让我看看他们的骨头有多硬。是，我的主。伟大的神，我银河联盟将作为您最忠诚的信徒。这祭坛预计什么时候能修好？报告大长老，将士们已经拼了命，预计最快也还要1天时间。举国之力耗费在此，那罗文真的能复活吗？他毕竟只是个普通人，他的遗言真的有效吗？哼，你们这群蠢货，竟然相信一个普通人的遗言。罗文不过是侥幸预言中了神灵降临的时间罢了，
还真当他是救世主。必须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，不然我龙域亿万子民何去何从？现在万事俱备，就差最后一样技——神龙的精血。大长老，邪神派来了一条巨龙，如今东海防线已经化作一片炼狱了，全完了。什么？那条恶龙正在不断朝着咱们所在的京海飞来，它的目标好像是摧毁祭坛。他是自投罗网，立刻调遣特种部队，动用所有自杀式无人机，不论牺牲多少人，务必将其诛杀。一群凡人，竟也想要与神灵抗衡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只要将他杀死，收集其精血，就能够将罗文复活。届时，我龙域便有了生的希望。全军迎战！全军迎战！该死的畜生！滚出我们龙域的土地！你这个畜生，去死吧！一群凡人蝼蚁也敢向伟大的神龙挥剑。这群凡人虫子虽然对我造不成伤害，但一直打扰我，实在令人厌烦。擒贼先擒王，我得去先杀光他们的首领，看这群蝼蚁还怎么蹦。神龙饶命！饶命啊！我们不想死！大家务必赶工，今日之内一定要修好。大长老，如果你让我们上阵杀敌，我们没有二话。但现在，我们为什么要修建这座祭坛？难不成我们真的要像网络上所说的那样，向邪神投诚？我龙域人宁愿战死，绝不跪着上！好，各位这些日子辛苦了。我宁之玄在这里向大家保证，修建这座祭坛绝不是因为供奉邪神，我们龙域人有着自己的信仰，有着自己的崇高理想。大长老，我们愿意相信您。凡人蝼蚁们，为何不献出你们的信仰供奉我的主，反而在此修建祭坛供奉伪神？阻止他！绝不能让他毁了祭坛！伟大的神龙大人，我的信仰早就已经给了伟岸的神灵陛下，求您大发慈悲，饶我一命。岳良辰，你对得起你的信仰吗？宁之玄，你这个疯子，竟然将希望寄托于一个早就死去10年的人身上。哦，你倒是聪明，之后或许可以让你为这座国度的主导者。伟大的神龙，岳良辰愿意为您献出一切。岳良辰，你这个畜生！一群蝼蚁也敢向天神挥剑。一群信仰纯粹的凡人蝼蚁，可惜不能为主所用。那就陪你们玩玩吧！该死的畜生，我杀了你！祭坛还没有修好，
这恶龙为什么会如此之强？我们龙域难不成就要在今日灭亡？跟他拼了！都住手！全力修建祭坛！大长老，我们要去杀敌！执行命令，这是唯一的希望。是。终于修建好这祭坛了，会有奇迹发生吗？奇迹，这个世界的奇迹只属于我主。卑微的凡人们竟将奇迹寄托于伪神，都该死！龙族血脉，龙族血脉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传说我龙域子民乃真龙之后。你们这群凡人蝼蚁，竟然用性命来维护这座祭坛，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伪神？伪神。快看天上，那里有个人影。那人影，那眉眼，分明和罗文先生的一模一样。预言全是真的，我们有救了！不可能，这绝无可能！区区蓝星凡界，怎会潜伏着这等恐怖存在？这厮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些都是你做的，犯我龙域者，虽远必诛！苍天有眼，我龙域子民终于不用亡国灭种了，真是多亏了罗文先生。终于活下来了。成功了！这是怎么了？这就要消散了吗？好不甘心。唉，我还有使命未完成。10年前，我穿越到这个世界，因为癌症死去。而在临死前，我绑定系统，只要复活就能够成为天地。丁，系统开启，天地复苏系统正式激活，检测到宿主获取真龙精血，祭坛主体建成，完全复苏任务现已开启。要素1，将祭坛修缮完整。当前真龙精血纯度不足，补充足够，可稳固祭坛根基。要素2，修缮神龛，献祭龙域国运，储存于此，即可彻底稳固宿主魂魄，为重生奠定基础。要素3，10日守坛，要求集结龙域民众的虔诚信念，完成即可重塑肉身，届时真正成就天地修为。3大核心要素缺一不可，逾期或失败，宿主将会彻底消散，再无复活可能。是否接取？终于来了，不过要献祭龙域的国域吗？如今我能重回这片土地，为国分忧，便是我此生的职责。为了龙域，为了国土，我必须思考，这是不是我龙域绝无仅有的机会？还有大量外敌，妖魔尚未扫平，我必须要在消散前做些什么。龙域从不是什么选择题。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复苏吗？这样下去，罗文先生一消失，我们该如何去抗衡后敌？
不，刚从绝境中脱身，又要陷入更深的绝望吗？罗文先生，不是完全的复苏吗？要消失了吗？先生的残魂只能解一时之危，瑞比斯被击杀，邪神那边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都是假的！复苏这一次顶住了，下次呢？谁来救我们？完蛋了，没救了！龙玉还是要亡！诸位，不能慌，我们还不能放弃，只有这样，大家齐心协力，龙玉才能彻底躲过危机，守住家国。荒唐至极！他消失后，我们龙玉今后怎么办？我如何迎来神明？我看还是投降邪神算了，至少还能留条活路。瑞比斯的气息消散了。瑞比斯败了吗？区区凡界蝼蚁，怎会有能力斩杀本座麾下的魔龙？低等文明这般闹腾，倒是勾起了本座的好奇心。希望这低等文明能取悦本座。完蛋了，邪神出手了，要死了！我还不想死啊！都是你们非要抵抗邪神，信一个死人的话。都要死了，龙玉完了！神皇大人出手了！是神皇大人！宁之玄，你们死定了！区残魂竟真能伤本座，到临头竟这般拼命。什么？竟能硬汉神皇大人？那死人真显灵了！不行，我得赶快跑！不，别杀我！我还在这里啊！我也是龙域的一员啊！我后悔了！别杀我！本座承认，那道残魂果真霸道，但已是强弩之末，应该不足为惧。龙域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尊恐怖大神，竟然还能伤到伟大的神皇，简直不可思议！詹姆斯金，即刻派人去龙域境内，给本座查清那残魂到底是何来路。没想到龙玉那死人的话还真应验了，仅凭残魂状态都能与邪神交手，现在去龙域调查无疑是很危险。可若是忤逆邪神，我可不敢。属下遵命，定当查明一切，誓死效忠神皇陛下。此事越早查明越好。如今空间裂隙还未完全打开，本座实力刚好达到最低临界点，才成功降临。若是后续空间裂缝扩张，本座的那些手足降临到来，本座能分到的好处只会更少。看来征服蓝星的进度要提前些了。诸位，辛苦大家死守至今。我的意识在此即将消散，没能亲手抹杀邪神，护你们周全，是我的问题。刚燃起的希望又要破灭了，举国上下已经伤痕累累，难道龙玉真的难逃一劫？先生，你已经救了我们一次，
真的没有让您复苏的办法了吗？我尚未完全复苏，若想护龙域疆土无恙，百年安宁，还差3个核心条件，缺一不可。第一是将祭坛修缮完整，可在后续我完全复苏之时，稳固我的魂魄根基。第2个条件便是10日守坛，集结龙域民众的虔诚信念，我便可恢复肉身，获取天地修为。最后一个条件便是献祭龙域国运，要修缮神龛，将献祭出的国运储存于此。神龛的修缮材料需要妖魔的核心铸成，大概在银河联邦最初位置。只要完成我说的3个条件，待到我复苏之时，我会黄龙不武。为了龙域，诸位还请战斗到最后一刻。这3大要素，前面2条就已很是苛刻，更别说是最后一条。现在是何等国情，我最了解。真的要献出龙域国运吗？献祭之后，国内会出现各种天灾。龙域之所以能扛到现在，全靠国运一口气吊着。就算献祭出国运，还要等10天。可如今，除了相信罗文先生，别无他法。罗文先生，不管付出何等代价，我一定将您彻底复苏。我们凭什么还要相信那死人的话？谁知道他下一次是不是真的复苏？竟还能说出献祭龙域国运这种恬不知耻的鬼话！不要脸！我第一个不同意。我爹尸骨无存啊，竟还要为了一个死人去献祭国运，到底还有没有天理了？神皇陛下，属下有要事禀报。龙域那边根本不足为惧，刚刚那个果真是残魂，如今早已彻底消散，神皇陛下无需关注。有趣的是，他们现在乱作一团，似乎是想方设法要再次复活那残魂，嘴里还说什么10日守坛3大要素的，还说要去我们过去的旧址，去拿核心当材料。对了，他们甚至还要献祭出国运。跟本座所预料果然一致，估计是龙域用了什么护国阵法，多半是一次性的，不足为惧。不过那祭坛既然不是祭拜本座，也就没必要存在了。倒是那国运，本座倒是很感兴趣。一国之运足以让本座栖升上位神明。你再去一趟龙域，替本座传音，告诉他们拆除祭坛，献出国运加固后的神龛，本座可既往不咎。卡罗！你跟随他一同前往，龙域若反抗，即刻抹除。属下遵命。这还顾虑什么？有如此强大的魔将助阵，外加上龙域的内货已经消失。陛下，我等务必完成使命。诸位同胞，国难当前，我等无路可退，献祭我国运已是最后的办法。接下来10日，将决定我龙域存亡。杀妖兽，夺核心，锻造神龛，死守祭坛。只要赢回罗文先生，我们就能守住家国。诸位同胞，别放弃！我们的后方乃是家国，是万家灯火阑珊。死守祭坛，绝不后退。大长老，祭坛防御已全面部署完毕，有将士们死守，暂时无虞。我即刻带队出发，寻回足量妖魔核心，为献祭国运做好万全准备。这是罗文先生复苏之关键，我等必然全力以赴。现在这局势，龙域内部已经彻底分成2个派系了，我必须做点什么。献出国运，听起来着实离谱，但若不献祭，罗文先生便不能复活，龙域就真要亡了。届时要这国运还有何用？清寒，一路小心，前路凶险，切记不可硬撑。神龛小队整队出发。
妖魔核心就在此处，诸位保护好自己，尽量别跟妖魔起冲突。先拿暴露出来的核心，动作快。如果碰到活的妖魔，斩杀后千万不要忘记带走核心。为了复活罗文先生，为了守护龙域，即便前路再怎么凶险，我辈亦义不容辞。呵呵，你们这群病急乱投医的傻子，还敢来我银河联邦的地盘采集？乖乖洗干净脖子等死吧！如今进度还算在计划内，妖魔核心已经充足，就等神龛打造成型，献祭国运。接下来死守10日即可。全体备战，突围！可恶，好端端的，哪来的这么多妖魔？哈哈哈哈哈！没想到你们还真在这里哟，还真想复活你们那可笑的伪神呐！不如加入我们银河联邦吧，只要献出你们的国运，神皇大人会原谅你们的。哼，银河联邦，邪神的走狗！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走，全部都死在这里！杀出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活戳那衙门，别让他跑了！先把他们那些该死的战机给我毁了！让队长先走，让他先去战斗机那边。我们来开路，拼了！快走！快上来！不要打了，能走一个是一个。想走，没门儿！队长，你先走！告诉俺娘，俺不是孬种！别管这些龙域人了，给我追上那娘们儿！没错，先生说的都是真的。现在就剩下突围，必须将神龛带回祭坛那边。好，继续跑啊！看到那发光的东西没？应该就是神龛，给我抢过来，绝不能让他带走！大部队往前挺，掩护骆队长突围，前方包抄，后方迎击，让银河联邦看看我们龙域的力量！好好的，为什么这么拼？活着不好吗？封建迷信到这种程度，一个死人的话，这么多人听。最可恨的是，他们真的要献祭出国运，死了都是活该。就是的，瞎折腾什么？还不如投靠邪神。哼！婆婆妈妈的，是不是龙域人？罗先生是救世主，修祭坛、造神龛，都是为了救龙域。啊，老头子，我先走一步。罗文先生，我们一定会完整复苏您的。倒是还来劲儿了，这么多人，给我加大妖魔投入，我就不信弄不垮他们！为了龙域，为了千千万万哪家灯火，杀！我们到底在干什么？竟然让老百姓顶在前面，连群众都如此担当，我们的退什么？弟兄们，冲！我真他娘的是个懦夫！龙域儿郎，跟我杀回去！杀回去！
好，反抗是吧？卡隆阁下，请您出手！这群贱民正妨碍陛下大计。要么臣服我主，亲手摧毁祭坛，交出神龛；要么今日此地，便是尔等埋骨之地。这是什么怪物？什么怪物？又来了个大家伙！之前那条魔龙都已经要命了。这等强敌，我们龙域军队根本毫无胜算啊！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，根本打不过，龙域该如何是好啊？踏平祭坛，夺神龛，敢挡路者，杀无赦！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非要抵抗到底！今日就让你们彻底覆灭！龙域从此以后就是神皇陛下的领地。如果这里都守不住，别说10日，1日都难说。将士们，醒醒！守不住祭坛，就守不住家园，这样就赢不回罗文先生。龙域亡了，我们都会沦为亡国之奴，子子孙孙都要受邪神奴役。为了龙域，为了身后的千万同胞，士兵们，怒吼吧，战斗吧！守护祭坛，守护龙域。我虽死，但身后有千千万万龙域人，绝不让外敌踏碎家国寸土。10日手坛启动了，终于启动了！成了，神龛归位了，10日手坛开始了，我们有救了，龙域还有救，我们没白拼，龙域不会亡。这就是神皇大人要的国运神龛，此物带回必是大功一件。奉献给我主！卡隆阁下，属下愿为您开路，率先踏平祭坛，夺下神龛，还请阁下在神皇陛下面前多多为我美言几句。绝不能让这卡隆把神龛完好带回去。若是能趁机夺下神龛，我便可借龙域国运造神，届时何须再看邪神脸色？我银河联邦说不定也能在浩瀚宇宙中拥有一席之地。跟我走，趁着战场混乱，我们先冲进去！洛清寒，识相点就给我滚下来！现在亲手毁了祭坛，交出神龛！你这卖国求荣的畜生，甘做邪神走狗，你也配跟我讲话？滚出龙域，这里不欢迎你！所有军民听令！护住祭坛，护住神龛，绝不能让外敌靠近半步！呵呵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猛攻，我就不信了！区区一个残破的龙域，还能顶住多久？
银河联邦部队怎么死伤这么惨重？这群龙域人简直疯了，非要死守到底。要是等卡隆过来，我连喝汤的份儿都没有，神龛可就彻底跟我无缘了。完了，还是打到这里来了。祭坛完了，难道我们牺牲无数人努力至今，依旧没用吗？完了，全完了。我们已经献祭了龙域国运，根本挡不住这畜生。龙域还是要亡吗？我就说早点投降，还能留一条活路，非要这样抵抗。现在好了，现在都满意了吗？非要血流成河，高层就满意了吗？那该死的祭坛就不能毁掉吗？先前那条魔龙已经将龙域逼到绝境，若不是罗文先生短暂复苏，龙域早就亡了。我们终究是要失败了。什么东西？我竟奈何不了这小小祭坛。刚才那屏障又是什么情况？原来如此，此祭坛覆盖了真龙血脉，我族无法撼动分毫。银河联邦亦是如此，此祭坛只有龙域的人才能建成，同时也只有龙域的人才可拆毁。龙域人，我主方才决定给你们机会。如果愿意自行拆毁祭坛，可宽恕龙域先前罪行。祭坛拆除之时，杀戮方可停止，并且可加入到神皇大人麾下。拆除祭坛，就可停止杀戮。那这场战斗是不是就可以停下来了？只要把那祭坛拆了，就能平安无事了，是吧？我要加入邪神镇阳！我也要！早看那祭坛不爽了，早就该向邪神投诚了。我也不可，祭坛不可拆除，龙域人绝不投降。草菅人命！你简直是魔鬼！啊！先是献祭国运，现在有活下去的希望了。只要拆除祭坛就能活命，你竟然不同意，简直是人屠！世风日下呀！那罗文是救过龙域一次，但谁敢保证他一定会复苏？为了一个死人，要搭上我们这么多性命，龙域彻底完了！龙域走到今天，受苦的就是军人和百姓。我何尝不心痛？但为了苟活，背叛家国这种事，我做不出来。其中要被邪神蛊惑，如若动祭坛一下，当叛徒处置。龙域是我们的家园，大难当前，我宁愿战死，也不投降。我的兵，别墨迹，全都跟我站出来！对。龙域是我的家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我们也来，不愿意白白牺牲的，来我这儿拆了这祭坛，我们就不用死了。来，反对的可以来我这里，加入我银河联邦，神王大人会为你们降下福泽的。龙域真是疯了，为了个祭坛这么拼，真是蠢。不过这祭坛虽然能阻隔邪神，但阻隔不了龙域人。只要我稍微煽动一番，
这祭坛一旦被拆，神龛我可就有机会。想效忠神皇大人的，听好了，现在就给我拆了这该死的祭坛！龙玉人果真有意思，人多势众，但心不齐。不过这祭坛竟然能阻隔本座等，倒是让本座惊讶。但本座也不急这一时，最多也就不过区10日而已。待到时机成熟，祭坛说不定都已经被拆了。等那群低能蝼蚁撑到极限，本座再出手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承载龙玉国运的神龛，本座势在必得。9日前，祭坛附近人满为患，如今仅剩不到10人。没想到，真的有对自己人出手的这一天。可恶的邪神！赶紧拆除祭坛！你们这帮龙玉人是不是不想获得神皇大人的青睐了？已经第9天了，再不拆了神龛，没法交差呀！只要熬过今日，罗文先生就能彻底复活。到时候，我们就能夺回失去的一切，诸位的牺牲，全都值得。诸位，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。我们已经守了9日，绝不能在此处放弃。龙域的大伙，不要再来拆除祭坛了。这是我龙域最后的希望了，我们不想再杀自己人了。我想大伙也一样，为何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你们忘记当初在神圣骑士下的誓言了吗？我们不想再杀自己人了。我们生是龙域人，死是龙域鬼，不要再内讧了，龙域人！凝聚在一起才是最强大的，想想你们的家人。我都做了什么呀？竟然帮助敌人打自己人，我该死啊！我愿意重回龙域阵营，我们一起守护祭坛。这群蝼蚁竟敢背叛本座，本座也是时候亲征了。杀光尔等这些蝼蚁！不要啊！神皇大人，我们不是友军。得手了，终于得手了！神皇大人，祭坛已破，您终于要神临天下了。守了10日，我杀死了这么多龙域同胞，献祭了国运，还杀了自己人，终究还是无用功吗？卑微如蝼蚁，竟真的会信一个伪神的话？死守10日，不过是垂死挣扎。今日本座便让龙域彻底灭绝，寸草不生。看来这就是我龙域的命。走到今天，我并无怨言。或许是我极端了，但我并不后悔。家国存亡之际，我绝不背叛初心。毁我祭坛，夺我神龛，
堂堂神行，不过如此。我龙域子民，宁死不降！狂妄！差一步，就差一步啊！看来龙域的气运跟我还是无缘了。不过有邪神的大腿抱总不差。龙域人要怪就怪你们心高气傲，把那死人的遗言当圣旨。丁，检测到天地复苏任务现已完成，奖励宿主肉身重塑，天地修为，您已立于天上，众生将臣服于您脚底。龙域有救了！牺牲的英灵们，你们可曾看到啊？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十日坚守终得回应。他没有欺骗我们，这10日都是值得的。我们龙域也有靠山了。什么情况？那死人说的是真的？那我们这10日来到底做了什么蠢事？明明是那道残魂，怎么可能彻底复苏过来？肉身分明已经消亡，怎么会？如我龙域，屠我子民，当杀！休伤我主！不！杀了本座便结束了吗？本座会在地狱等你。如我龙域者，无论神鬼，皆斩不饶。龙域疆土，寸土不让。龙域的战士们，辛苦了！今后我将守卫龙域一方安宁。这是先前我等献祭出的龙域国运，竟然返还了。国运真的都回来了，竟又暴涨数倍。我龙域终于熬过来了。罗文先生，我等幸不辱命，10日死守，千万同胞的牺牲终究没有白费。从魔龙瑞比斯入侵开始，到献祭国运，龙域人自相残杀，我们熬过了最为黑暗的10日。如今罗文先生归位，龙域终于度过危机。那些战死的弟兄们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如今罗文先生天地归位，扫平一切危机，龙域永固。如今
老夫终于可以告慰那些战死的英灵了。愿龙域之灵指引你们，人生终有归途。10日死守，献祭国运，自相残杀，终于结束了！天地万岁，龙域万岁！罗文先生是救世主，万岁！罗文真的复苏了，而且还击败了邪神。我们先前叛变投敌，还拆毁祭坛，坏了，全完了！罗文先生，不，天帝大人，我们错了，一时糊涂，一时糊涂啊！我们只是被邪神蛊惑，您贵为天神，网开一面吧！我不该背叛家国，不该拆毁祭坛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大人开恩！在我还未曾成就天地之前，哼，这些人我见的并不少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我不会滥杀无辜，也没有迁怒他人的习惯。我就说罗文先生心善，这可是大善。他现在可是天帝，身为龙域的神明，肯定能理解我们的。对呀，我们哪是叛国呀？我们只是想激发龙域的极限而已啊！这不还是造就个龙域的天帝出来？我们临时叛变，也是被逼无奈啊。人生除了生死无大事，再不济，我们也是龙域人啊。那可不是真心背叛，是龙域人独有的智慧。那我们算什么？他们先前叛变投敌，拆毁祭坛，反倒有功劳了。可一切还要看罗文先生如何裁断了。都是龙域人，我尊重罗文先生的决定，但背叛者绝不宽恕。自你们选择背叛龙域，投靠邪神那一刻起，就已不再是龙域。背叛者，自裁吧！罗文，你敢杀我们？我们也是龙域人，我们也是龙域人，也是龙域人。你能复苏，也有我们的功劳。我们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继续待在这里，肯定要死。这些龙域人是背叛了，但说到底也是龙域人啊。他对自己人都眼睛不眨一下。早知道龙域的天神这么生猛，我打死也不会投靠邪神啊！谁知道这龙域人的神明能秒杀邪神啊！跑，快跑，死腿快跑啊！天帝大人，属下知错，都是我的不对。属下一时糊涂，被邪神蛊惑，属下也没办法呀。蓝星根本没法和外敌抗衡，我只想带着自家弟兄们活命而已，求您饶我一命。若您愿意，整个银河联邦将供您差遣，绝无二心。绝无二心，求您饶我一命。
自打我登神为天帝后，这世间纷争早已看透。这些人屠了我龙域子民如此之多，没有任何道理放过。趋炎附势，与妖魔为伍，同邪神有何区别？尔等辱我子民，毁我龙域，罪不可恕。坏了！天帝大人饶命！饶命啊！滚一边去！我可不想死！是空间裂缝！神皇大人并未放弃我银河联邦。这气息跟之前那邪神无异，只是比他更强，而且还不止一个，应该是邪神族群的高阶存在。之前因为实力强悍而无法通过空间裂隙，如今之前那邪神一死，空间裂隙反而扩大了。胆敢斩杀本座麾下神灵，毁本座千年大计，区区凡界天地也敢弑神！邪神难道还没被杀死吗？怎么还有东西要来入侵我们龙域吧？3日之内，本座等将踏平蓝星，碾碎此子，祭奠本族亡魂。救命！龙域刚经历过一场灭顶浩劫，好不容易仰仗天地斩杀外敌，让龙域恢复清明，竟又引来了一群更加恐怖的邪神。龙域的危机到底何时才能结束啊？又来一群邪神！我们龙域人到底还有没有明天啊？龙域难道真的逃不过灭亡的命运吗？为什么这群邪神就死死盯着我们龙域不放？诸位请放心，今后我罗文定以天地之身，守护龙域每一寸疆土，守护每一位龙域子民。只要有我在，龙域绝不会再遭外敌践踏，任何来犯之敌，皆斩不饶。我罗文在此宣誓，我们信罗天帝，我们再也不用怕了，我们也有神明保护。信罗天帝，信罗天帝，信罗天帝。我不在的日子，龙域发生了很多不好的回忆。现在需要龙域人站出来，我们重组家园。龙域啊，有神明护佑真好。
终于出来了。幸好那空间裂缝吸引了那伪神的注意力，否则的话，这次死定了。先前那邪神死了，我以为全结束了，没想到底蕴这么深厚，能有那么多的高阶神奇，可见这族群有多强。看来选择神王大人是没错的。现在去表明决心，等到邪神彻底掌控蓝星，我银河联邦依旧能吃香喝辣。哈哈哈！全体都有，立刻整队，随我前往神皇宫殿。我们要再次效忠神皇，机会绝无仅有。走吧，如今这局面，似乎也只有这条路能走了。龙玉，准备迎接本座邪神一族的怒！人呢？怎么没有见到半个龙域人？哼，尔等蝼蚁就是这般迎接神奇的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龙域的蝼蚁们，难道是知道本座要来，吓得逃光了？还是就此放弃抵抗，等着被本座宰杀？先前他们击败的，不过是接受了些神形赐福的可怜虫。本座可是二等神奇，龙域军民定是被吓破胆，根本不敢反抗本座。哈哈，随本座出征，先毁几个城池再说。聒噪！哼，你以为本座是那家伙？怎么可能？罗文先生，刚怎么了？好似有阵风刮过。无碍，刚打了只苍蝇，顺便捏上个破。主上，二等神奇维罗斯在龙域被抹杀了。之前的空间裂缝也闭合了，不知是何种手段。维鲁斯那个废物，区二等神奇也要去装，真是给主上大人丢脸。那凡界的天地不过斩了个低阶杂碎罢了，换作是我，定能将那凡界天地碾碎。对，碾碎他，没错，为我主上扬威。陛下，神皇大人，属下是蓝星的詹姆斯金，我等愿誓死效忠您，我等愿助陛下踏平龙域，碾碎那凡界天地。哼，谄媚讨好，只求能追随神皇，什么我都愿意做。哼哼，加入本座族群，要看尔等心有多诚。神皇大人，请说，无论什么代价，我都愿意。神皇大人，属下知道，方才那是飞升仪式，属下算通过考验了吗？丑陋。如今，空间裂缝还没有完全闭合，我能感觉到邪神不止一位，迟早还会再度降临。想要终结灾厄，
就要去彻底肃清外界。但我如今刚刚复苏，实力还不稳固，现在前往异界恐怕会有些危险。罢了，还是先给我龙域的子民治疗吧。诸位，向我靠拢！妈妈，那是什么？我的伤全部都好了，我以为我死定了。这都是天帝大人做的吗？能不能救救我兄弟？坚持住，先生来了！先生，这里也需要救助。邪神还会来吗？爸爸妈妈都死掉了，我好害怕。没关系，孩子。先生，这次浩劫，太多人流离失所，基本上很多人都失去了家人，大伙心里怕得很。伤病能治，但心魔难除。再这样下去，没了，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先生，我的儿子守城门战死了。我家老头子为了护着那祭坛，也被石头活活砸死了。我一家子就剩我自己了。龙域若是哪天再被邪神踏平，我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啊！没想到，为了助我完全复苏，龙域的子民竟付出这等代价。我背负如此之多的人信任，绝不辜负他们。老人家，有我在龙域，就不会塌。我罗文以天地之名起誓，庇护龙域周全，绝不会再让龙域子民流离失所，不会再让任何百姓痛失亲人。先生，婆婆别伤心，您晚年的生活我们会照顾到的。这一户的惨状只是龙域万千家庭缩影。这一路走来，满门惨死，家破人亡，比比皆是。一个都没能救下，可恶的邪神！我的兵都死了，没一个活下来。龙域后续是不是还会有更多伤亡？龙域竟遭到这等劫难，邪神一族，这笔血债我迟早要清算。还活着的将士都要养精蓄锐，当名留青史，永远铭记。龙域有我在，定不会让弟兄们白白牺牲，定不会让邪神再践踏我们的领土半步。诸位忠魂，为守护龙域战死。先生，我们不怕死，抵抗外敌是我龙域巨人该做的，是我龙域风采。我们誓死守卫龙域，
只要有我一日，便容不得邪神作乱，容不得豺狼进犯。我的天，我的伤真的好了，断臂还能重生，先生真是神了！终于，龙玉的修缮工作做得差不多了。如今，龙玉子民的伤势已经调和得七七八八，重建区也井井有条。只不过，这段日子强行透支神力，已经快要枯竭，似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为了更好地去守护龙玉，看来有必要离开一阵子了，只有巩固住这修为才行。先生，您怎么样？是不是先前消耗太大？再这样下去，您身体会撑不住的。先生，剩下的修缮工作交给我们就行，您万万不能再透支了。我刚入天地境，根基有些虚浮，如今神力耗损严重，我需要尽快闭关稳固修为。若日后邪神大举来犯，我非但护不住龙玉，反而会拖累众人。诸位，我决意闭关，稳固修为，调养神力。这段时日，我将不问世事，直至修为稳固，也为了龙玉的未来。先生尽管闭关，我等伤势已经完全恢复。没错。若邪神来犯，我们一定撑到您出关为止。先生请放心，龙玉军人必定奋战到底。我们奋战到底！我们奋战到底！先生说要闭关，这是真的吗？那邪神来了怎么办啊？我们不是死定了？不行，不能闭关啊！好不容易安稳几天，邪神若是再来，我儿还在军中，我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！先生不能闭关啊！龙玉不能没有您。我知道大家都在怕什么，但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不想再看到子民们流血了。诸位放心，我闭关只是为了稳固修为，并非弃龙玉于不顾。我闭关期间，我会留下禁制，护住龙玉要害。邪神若是赶来，我也能及时察觉。短暂的闭关是为了日后龙玉长久的安宁。诸位，先生是为了龙玉。先生闭关的日子里，我宁之玄誓与龙玉共存亡。龙玉全军听令！先生闭关期间，全军戒备，死守疆土。龙玉的安全由我们来守卫，绝不辜负先生所托，绝不辜负大伙儿信任。死守疆土，誓死守护。先生已经闭关数日，继续守城，莫要懈怠。完了，
这么多邪神，先生还在闭关，我们怎么挡啊？我们要死在这里了吗？诸位打起精神，邪神来了！不要出先生笼罩的禁制。军队随我来。呵呵，龙域完蛋了！这么多邪神，他们这次必定覆灭。龙域那神明还在闭关，我们也过去瞧瞧。龙域人听着，速速交出你们的伪神罗文，向我族俯首投降。若敢反抗，我必定降下狂雷，摧毁一切！龙域速速投降，顺从神皇大人，免得送死。要不投降吧？这么多邪神，我不想死。我也是，要不现在叫先生出来吧。投降了，投降。投降，绝无可能！我龙域不可能交出罗文先生。罗文先生用命护下我们，闭关也是为了龙域安宁。先前答应过先生，一定要守住家园。我们身为龙域人，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。龙域守军听令，外敌压境，寸土不让。敢犯我龙域者，杀无赦。杀！寸土不让！杀！不知死活，给我打！给我轰死那娘们儿！既然不肯投降，那就全部杀光，给我踏平龙域！禁制要破了，我们要死了！救命啊！不好了，禁制好像是要撑不住了。碎了，那里已经碎了，我们要完蛋了！先生在哪儿啊？守住！哈哈哈哈！你们那禁制都快撑不住了。伪神就是伪神，他已经抛弃你们了。我才闭关短短数日，这群邪神就急不可耐来犯，占我地界，屠我子民。你将我龙域当成什么了？尔等邪魔也敢染指龙域？有本事就来吧！是先生出关了！太好了，龙域有救了！
生总算来了，听我号令，反攻！他一击就杀了邪神。龙域那伪神可不是省油的灯，我要不要现在逃？列队，我们先撤。快用三方封禁，将这伪神碾碎！敢杀我族同胞，今日必让你魂飞魄散！先生，先生有危险！快，我们去帮先生破开封印！打碎这王八壳，将龙域人屠戮殆尽！哈哈，龙域那伪神死定了！3个邪神一同出手，他必定死无葬身之地。伙计们，我们冲！助神皇大人麾下冲破那禁制！呀！给我杀！哼哼。所以拖住我，是想破我设下的禁制，竟还妄图伤我龙域子民！是先生，先生来救我们了！让大家受苦了，这就给大家疗伤。罗文，上帝保佑，上帝保佑！都杀了！这伪神怎么这么厉害？我们根本不是对手，全速撤退！我们立刻离开此地！卑微蝼蚁，敢杀本座麾下大将，毁本座大计。3日后，本座即将亲临，踏平蓝星，鸡犬不留。邪神之主。
那是邪神之主，他要亲临了，那是灭世的危机呀！怎么办？这一次邪神之主降临，我们能挡住吗？保佑，保佑！我等守土有责，纵使强敌在前，也绝不后退半步。我等愿与罗文先生并肩作战，誓死保卫家园，与城池共存亡。誓死为国，与大人共存亡。我要守护自己的亲人和家园，我不要逃了！战斗！快，立刻调集所有设备，我们在远处观望一下。这次是神皇大人亲自动手了，龙玉那伪神肯定撑不住，龙玉完蛋了。邪神亲临，我看不必。如今我修为已经稳固，异界是时候清算了。诸位，不必担忧。我会亲自踏平异界，直捣黄龙，斩草除根。诸位放心，邪神不会再有机会降临。让开！不可！先生万万不可！太危险了！异界空间凶险万千，那里是邪神的老巢，您孤身前往太危险了。是啊，先生，要战便在龙玉战，那邪仙赶来，我们军民同心，跟他死磕到底！跟他拼了！跟他拼了！不怕！我们不怕！对，我们不怕，我们与先生同在。先生救过我们无数次，我们不愿先生冒如此风险。重铸龙玉荣光，我辈义不容辞。龙玉已经饱受摧残，好不容易等到先生归来，不可以让先生独自踏入绝境。龙玉不能再失去希望了。这次塔尔赞亲临，龙玉必将化为炼狱。这片土地经不起再一次屠戮，这次必须由我亲自中。龙玉已经受创太深，这片故土，这些生灵，再也经不起战火践踏。为了信任我的人们，必须要扫平一切威胁。诸位不必纠结，我意已决。诸位，这道结界可挡万千妖魔，保龙玉暂时无忧，守护龙玉本就是我职责所在。接下来我不在的日子，你们守好故土，护好百姓。诸位，等着我归来。先生。
这便是异界吗？今日，我也血洗你这邪神巢穴！为龙域所有惨死的子民偿命！凡界伪神，竟敢孤身闯我异界，真是不自量力！你以为在蓝星能杀我们几个同族就天下无敌了？哈哈哈哈哈！不怕告诉你，在蓝星，我们的实力被天地规则压制。才让你捡了便宜，可这是在异界，我们能发挥全部实力。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，弄死你就宰了你龙域所有人。你们邪神一族，多年来入侵其他星球，屠戮生灵，靠着窃取他人力量苟活，可知底线为何物？死！怎么可能？一起上，杀了他！塔尔赞，清算时间到了。哪里来的凡界野种，也敢闯我父皇宫殿？上，把这小子碎尸万段！塔尔赞，滚出来！先前倒是无小瞧了你，你一个凡界伪神也敢闯本座领地，今日本座便教教你何为差距！
界的伪神在本座的地界竟还能如此生猛，看来只有燃烧神奇本源才行了。只要能吞噬掉它，消耗掉的神奇部分定能补回来。呵呵，凡界伪神，感受到绝望了吗？这就是你与本座之间的差距。你，这是何等神明？为何会有如此强悍的力量？这可是异界。任何力量都要受到压制，他是如何做到的？这便是邪神的神形。在异界，本座有神奇在，你杀不掉本座。本座与神奇早已融合，本座既是神奇本身，待本座复苏斩杀你。哈哈哈！没用的，你这伪神还妄想对我的神行？你想做什么？不，这不可能！你竟毁了我邪神的神奇！哈尔赞已拔除，其余孽断不可留。异界一方，祸乱世间已久，如今邪神神息已碎，这方天地，我看也不必留存。那伪神狂妄自大，竟敢孤身闯入异界，面对神皇大人，他根本是九死一生。
等神皇大人灭杀那伪神，必定会亲临蓝星。到时候我若率先拿下龙玉，当成贡品献给神皇大人，必定少不了我的好处。龙域的人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，立刻撤掉结界，乖乖投降。你们寄予厚望的那个伪神早就死在异界了。闭嘴！休要在上面胡言乱语！先生神通广大，绝不会败。他一定会平安归来。想让我们投降？你做梦去吧！见鬼去吧！收起你那套骗人的鬼话。我们同先生有过约定，他必定会凯旋而归。你们这群背叛人类、趋炎附势的鼠辈，也配同我们讲话？滚出龙域！不识抬举的。那伪神面对的可是至高无上的神皇大人，等神皇大人降临蓝星，踏平龙域，你们连跪地求饶的机会都不会有。你们若不投降，那就乖乖等死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只给你们最后10秒钟考虑，不然我就立刻开火。10、9、5、4。你属什么呢？是先生，先生回来了！我就知道先生一定没事，异界邪神被消灭了。他回来了，那异界的邪神全死了。神皇大人竟然会失败！哦不，天帝大人饶命！都是误会，我也只是跟龙宇开个玩笑，绝无恶意啊！趁火打劫，屡犯龙域，杀无赦！诸位，我回来了。从今往后，再无邪魔敢犯龙域。今后，龙域安全了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太好了，终于得救了。世人皆知，我罗文从一介濒临夭折的卑微凡人，踏遍生死绝境，历经万般疾苦，浴血厮杀，步步崛起，一路披荆斩棘，所求从来不是至高权柄、无上神威，只是守护脚下这片生养我的龙域山河，庇护世世代代栖居于此的万千苍生。犯我龙域者，虽远必诛。今日，银河联邦100万来犯敌军尽数覆灭，剑毁人亡，片甲无存。自此刻起，再无一寇敢踏我龙域山河半步。
多谢罗文先生庇佑苍生，护我龙玉。若无罗文先生，我等皆为枯骨，龙玉早已覆灭。胜利万岁，龙玉万岁！罗文先生人为盖世，万古无双。从今往后，我罗文以天地之名，永世镇守龙域。山河破碎，我来修补；外敌来犯，我来斩杀；祸乱滋生，我来肃清。自此往后，一切凶险灾恶，我尽数挡在龙玉生前。我在此立誓，龙玉大帝再无战火燎原，再无生灵屠戮，再无百姓流离，盛世永安，万古长存。如今大战刚歇，百废待兴，城防尚未彻底稳固，军民身心俱疲，民心初定，最是脆弱，正是龙玉防备最薄弱的空当。我们必须做点什么。你们真以为罗文神力永存，不过是透支国运的昙花一现？不出半月，山河必再崩裂。所谓盛世复苏，全是虚假神迹。等神力散尽，龙玉只会比战前更破败。罗文强行扭转本源，自身濒临枯竭，根本护不住我们。荒唐，可笑！罗文先生以一己无上神威，硬扛域外100万敌军，浴血平定星际浩劫，不惜耗损本源，重塑破碎万里山河，硬生生把整座龙域亿万百姓尽数捞回。如今盛世出城，万民尚且知感恩懂敬畏，偏偏这群叛国败类域外余孽贼心不死，造谣惑众，动摇民心，此等奸邪鼠辈，罪无可赦，死不足惜。全城特战队听令，即刻整兵，随我连夜全域清剿。但凡邪祟余孽、叛国内奸，格杀勿论，绝不姑息。我们不能硬碰硬，官兵来了便隐匿蛰伏。官兵走了就再度出来作乱，打游击，搞偷袭，处处骚扰他们。负隅顽抗，祸乱苍生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罗文，你杀伐过重。龙域大战初平，百废待兴，盛世已使罪迹滥杀无辜，沾染杀业。身为一方天地，执掌苍生福祉，本当心怀慈悲，包容万物，岂能依仗神威，肆意屠戮生灵，造下无边杀孽？慈悲永远留给良善苍生、忠义之士，从不给叛国奸贼、域外奸敌半分余地。慈悲，我倒要问问你们，当年你们勾结银河联邦外敌，破门引寇，屠戮同族，践踏山河，劫掠苍生之时，对龙域百姓有过半分慈悲？天地饶命，求天地开恩饶恕啊！我们错了，是鬼迷心窍，一时糊涂，是被邪祟蛊惑，身负有己啊！我们再也不敢作乱了，求您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、戴罪立功的机会，求求您了！你们助纣为虐，大开城门，看着将士血染疆场，看着孩童流离失所，看着家园焚烧崩塌之时，可曾给无辜同胞留过半分生机？如今大战落幕，盛世新生，万民安居乐业，山河重获生机，
我执掌龙域天地法度，护山河安顿，守苍生太平。此生从不养奸，绝不姑息。尔等叛国祸世之徒，唯有一死，别无他路。欲护万世太平，必先定天道纲纪。诸位听好，乱世杀伐可定一时乾坤。盛世立法能守万代山河，如此久的乱世，以前的律法已然不适用。今日我亲立新纲，严行新规，订立天律。第一条，现役军人严守军纪；第二条，严禁勾结域外势力，散布谣言，扰乱社会秩序，叛国犯罪，依法从重地刑。第三条，龙域国土与领海空域不容侵犯，外敌来犯，全国武装力量统一联动反击。第四条，公职人员秉公履职，贪污渎职、以权谋私，交由纪检与司法部门严惩。罗文先生，圣明远见，立铁律，定乾坤，护万民。我愿鼎力推行新政，严守天律法度，安抚四海万民。此生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誓死护我龙域，万世安宁，永世挺盛。骆清寒实战经验丰富，正式委任全域武装总指挥，统筹陆海空三军与特战、边防部队。我骆清寒保证完成防务工作，守护龙域国土安全。我等愚昧无知，昔日眼界狭隘，不识天道，冒犯天威，屡次揣测圣意，暗生歹心，罪该万死。今日我等幡然醒悟，诚心归降，愿尊龙域为蓝星唯一正统，奉罗文天帝为寰宇共主。世人皆以为我手握无上力量，便当割据天下，但我轮回归来，执掌天地乾坤，不是为了唯我独尊，更不为了一己私欲。我所求的不过是平世间祸乱，护天下苍生，守四海安宁。蓝星众生同根同源，我岂会以强权压弱小，以霸权割据山河？自今日起，我立蓝星万世守护盟约，所有归附诸国，无需年年纳贡，诸国自治权永存，万民众生皆平等，列国互通有无，互利共生，所有人共守三规。第一，蓝星所有成员国禁止主动挑起内战与跨国战争，蓄意开战将被全蓝星联合制裁。第二，全域共享灵气资源、星际贸易渠道，互帮互助，协同发展。第三，遭遇外星文明入侵，所有成国统一出兵，协同防御，临阵倒戈者被全蓝星除名制裁。罗文先生胸襟囊括，普照万民，此乃蓝星万世之幸，苍生百世之福。罗文先生圣谕，我等谨遵罗文先生圣谕，恪守万世盟约。
永不违背。以守护定盛世，以共生安万邦，此乃真正诸天至尊，万古明君。好一个转世残魂的上古天地，好一群蝼蚁般的蓝星凡俗，凭你一缕残魂转世，也敢斩本座麾下大将，覆灭本座1000千军，砸碎本座万古入侵基业，屠戮本座异界族人，本座步步为营，静待天时。眼看封印将碎，神力将竭，本座便可吞蓝星，霸诸天，一统万族。偏偏是你，罗文，偏偏是你为本座千秋霸业，此仇不共戴天，此恨万古不消。你不是最喜欢守护苍生？你不是一心执念万世太平？本座要颠覆你的盛世，重开世间炼狱，重启诸天战火，让你眼睁睁看着自己守护的一切尽数毁灭，化为乌有，给本座开！怎么回事？我的胸口怎么回事？靠着一点残余神威，便敢妄古称守护诸天，平定乱世。这片被你守护的山河苍生盛世，本座今日悉数点碎。外敌至尊跨界入侵，欲毁我山河，杀我万民。我等身为龙域将士，持民之路，守民之安。今日便是战死，也绝不后退半步。所有作战单位坚守防线，不惜一切守护防护罩，誓死保卫龙域。区区凡俗将士，蝼蚁之力，也敢阻本座脚步，真是不自量力！再撑片刻，本座便踏平龙域，屠尽万物。外界余孽潜伏已久，终将显形。我既往不咎，风息止戈，你却不知进退，执意跨界作乱，践踏苍生，破坏盛世。小小蝼蚁余孽，也敢跨越虚空，犯我龙域禁忌，伤我子民将士，扰我万世安宁。谁给你的胆子？残魂转世的落魄天地，也敢在本座面前装腔作势！上古之时，你尚且付出神魂破碎的代价，才勉强封印本座。如今你修为未复，神魂残缺。今日本座便亲手斩你神魂，毁你道基，彻底了结万古恩怨。
上古封你，是为止战安民；今日斩你，是为永绝后患。我掌诸天，守护大道，护的是苍生安宁，万世太平。你掌毁灭杀戮之道，行的是屠戮万族，祸乱诸天，正邪不两立。你今日必死无疑。不可能！你神魂残缺，轮回转世，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？这不是残魂战力，这是上古巅峰天地的完整神威。罗文早已彻底觉醒本源，重回巅峰。我难道要折损至此？不行，我不能死，留得青山在。天地饶命！本座知错了，是我愚昧狂妄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我愿退回异界，永久封闭通道，永不侵犯。愿臣服归顺，永世为徒。求你手下留情，饶我神魂不灭。你邪神一族，以杀戮为生，以毁灭为道，亿万年来罪孽滔天，血债累累。上古封印留你残命，已是最大仁慈。你不知悔改，亿万生灵枉死，今日需一个交代。这条路是你自己走到尽头的，以此一击，为亿万枉死生灵，为诸天安宁。邪神之祸于今日终结。我是要永久闭合裂隙，断绝祸根。我以上古守护天地之名，借龙域国运，承苍生信仰，执天道法理。今日封虚空裂隙，断外界通道，绝域外祸根。自此，异界无路可通，邪魔无门可入。诸天战火永息，万界动荡永止，天道为证，万世为鉴。唯愿山河无恙，苍生安宁，世间无战，万世太平。自此，龙域永安，诸天太平，万世长安。